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地狱，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2023年你们在事业和财富上面的展望啊，在事业和财运上面会有怎样的好消息在等着你们？那在我们面前呢有3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那么大家在选牌的过程当中，可以在弹幕上打出领取好运，来领取你们的专属好运。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第一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的这张高塔牌啊，我们23年的话呢，可能会是在一个大型的组织集团当中工作。高塔暗示着你们的办公地点是在一个高耸的、有一定标识性的摩天大楼里。高塔呢，它也暗示着你们可能会身处于一个有着严格的制度、等级森严的行业和领域当中，要一点点的往上爬。而且呢，这张高塔，23年的话，你们可能会去到一个行业的头部位置。那这张牌就告诉你们，如果说23年你们要改善自己的财运的话，你们要去到那些资源聚集的行业和领域当中，或者说你们要去到那些资源聚集的城市、资源聚集的位置，比如说一个城市当中的特定的地点，或者说商圈啊，那里有大量的资源，这些流动的资源就会带来很多的机会。多关注在社会当中有一些快速发展的行业，而在这些快速发展的行业当中啊，有一些成长非常快的企业啊，快速崛起的一些新兴的领域，在那个里边呢，它其实都是像这个高塔一样，聚集了大量的这样的一种优秀的人、资源和财富。如果你们能够投身于其中的话，也能够实现快速的发展。那么第二张牌呢 ，banquet 宴会。就是说23年的话，一定要多参加一些活动，有人聚集的地方。这些活动可能是在某个特定的行业和领域当中一些大型的活动，能够让你们认识到一些新的朋友。或者说23年你们可能会举办自己的宴会，活动，或者说被邀请到参与到一些大型的活动当中啊。一方面是联络老朋友，一方面认识新的朋友。在这种人际关系的流动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一些财富的机会向你们涌来。第三张牌呢 ，Crossroads， 23年你们会面临到一个选择啊，这个选择它是一个事业上的选择，事业上的选择会决定你们的未来发展，而且这个选择是由你们的价值观去决定的。它是这个选择呢，你们可能要在一个短期价值和长期发展中做出一个选择。那么这个选择要怎么选呢？我们抽到的这张星币4，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比较保守的价值观。也就是说，这组牌里边关于23年的财运啊，它其实并不是让你们去想一个太长远的未来。就是说23年你们首先要把自己能把握到的机会和财富把握到。就是说你们一定要在短期内你们的生存需求得到最大化的满足，满足于当下，就是能够就是你们选择那个能够满足于当下最大化利益和价值的一个方向。比如说在事业上面会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你们可能要在3-5年之后才能够赚到钱，但是另一个选择你们在当下就能够立刻拿到一些利益啊。那么你们在当前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应该先选择后者。星币4呢，其实就是告诉你们要谨慎啊，尤其是在财务上面一定要保守，量入为出，杜绝消费主义，抓在手里的钱才是属于你们的钱，省到的就是赚到的，要有这样的一种思维。第二张牌呢是吊人的正位啊，吊人的逆位啊，就是说在赚钱这件事情上面，在发展事业上面，你们要抛弃掉一些过去的陈旧的腐朽的思维模式。我觉得可能你们之前和一些能够改变命运的机会擦肩而过啊，是因为你们太清高，不愿意放下身段去赚钱，
23年一定程度的要改变这种思维模式，你一定要亲力亲为，躬身入局。在赚钱这件事情上面，踏踏实实的去付出自己的行动，就会有收获。你们怎么去，也就是说23年你们怎么去选择，你们怎么去利用时间，时间就会怎么去塑造你们。你们的一些价值观的改变，可能也会改变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看法，能够帮助你们更好的做出选择。所以说，这个吊人的逆位其实就是挣脱一些思想上面的束缚。而且呢，权杖女皇的话呢，如果说你们的财运，要往上走，一定要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一定要做大量的具体的事情，不要空想。而且权杖女皇暗示着你们在23年可能会做一件只属于自己的事情。比如说一部分人会选择成立自己的一个工作室，自己去创业，或者说拥有自己的一个小生意。这个生意可能并不起眼，但是却能够为你们创造源源不断的现金流，让你们的收入变得多元化，具有更稳定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基础啊。权杖女皇的话，你暗示着你们在赚钱这件事情上23年会自己拿主意，自己做定夺。宝剑二的话呢，23年你们会面临到很多的选择，这些选择都会关乎到你们的财运，就是说你们做出哪个选择就会直接决定你们财运的好坏。在做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你们会逐渐明白选择的背后它是一个信息收集的过程。一个选择就是体现我们认知的一种方式。选择本身它是需要大量的练习的，大量的努力来磨练出来的一个技能。我们必须努力的学会真正清晰的思考和决策，才能够让我们自己是做选择而不是做赌博。通过这种方式啊，通过你们不断的让自己选择，你们会越来越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因为每一次选择其实都是在拷问自己的内心，你们究竟想要的是什么。当然在这个选择的过程当中啊，你们的每一个选择都会把你们推向命运的终点。因为有人选择安逸，有人选择奋斗，有人沉沦在过去，有人拥抱未来。你们的每一个选择背后都透露着你们的价值观。所以说你们做的每一个选择呢，就是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不要浑浑噩噩的麻木的做出一些随波逐流的选择。每一个选择你们在经过思考以后，起码都会让你们觉得你们是在自己去拿主意，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长此以往，你们的人生必然是向上的，越来越好的。圣杯的正位啊，2023年你们的财富能赚到多少钱，会和你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有很大的关系。也就是说，赚钱这件事情它并不是机械式的，它需要你们拥有一定的想象力才能够赚到钱，或者说你们的某种天马行空的想法就会为你们带来大量的财富。可能是你们本身赚取到的这种财富的方式，就是通过把你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显化成具体的作品，或者说物质，通过出售来换取财富、金钱的这种能量。圣杯的话呢，我觉得还要提醒你们的一点就是，圣杯本身它是一种自我表达，就是说如果你们在2023年事业发展想要有突破，想要赚到更多的钱，你们一定要重视这种表达的力量，一定要去展示自己，表达自己，让更多的人看到你们。看到你们的人越多，你们的机会就越多，你们赚到财富的这个机会也就越多。而且呢，圣杯可能是你们还有一种没有意识到的自己内在的才华会在2023年喷涌出来，你们会让这个世界，你们会选择让这个世界看到你们身上独一无二的那一部分自我和特质，你们会更加大胆的去展示自己。圣杯就是你们会很天马行空的去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本身蕴藏着极大的商业价值和财富，你们可能会富有创新的去颠覆一些事情原有的模式，会按照你们自己的方式来。而最后的这张逆位的圣杯骑士啊，它可能是会有一种阻力存在吧，就是23年你们在财运上、事业上要有一个突破，首先要突破你们自己。你们现在整个人可能就是处在一种被阻塞的卡住的状态里面，有一种做什么都感觉不对，好像做什么都有很大的阻力，一波三折的感觉。逆位的圣杯骑士啊，我觉得你们在23年无论在财富上还是事业发展上，
你们首先要让自己慢下来。逆位就说明它是，如果你们想要去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是想要快速的达到某个目标，就越容易欲速则不达。因为在达到目标的过程当中，你们会很容易被干扰，会动摇，整个人不坚定，不够坚定啊。逆位的升维其实就是一旦当你们慢下来，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能够发现一些问题，就能够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调整啊。这种被阻塞的能量会重新流动起来。从小事做起啊，不要一开始就想做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啊，这样反而会让你们感觉到无从下手。从小事做起，一点点的积累起自己的自信，按部就班的来，这个时候你们就能够慢慢的走上正轨。所以说23年一定不要急啊，慢就是快，少即是多，贪多嚼不烂，要有一种精品思维，去发现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并且去专注在那些最重要的事情上面，这样你们2023年才是有效率的啊，才是有价值的，才能够少走弯路。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对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二组牌啊。第二组牌，首先我们抽到第一张牌是 Child 啊，它有一种回到原点的感觉，就是你们23年的这个财运，包括事业上面的一些发展啊，其实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复杂。它需要你们用一颗非常纯粹的心，才能够看到你们未来的路，就是有一点返璞归真的感觉啊。真正重要的那些东西呢，无法用眼睛看到，需要你们用心去感受。Child， 我觉得可能你们对于自己未来的事业和财运的发展，你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你们可能缺少一点纯粹，甚至有时候会把自己也绕进去。所以说 Child 它其实就是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暗示啊，用最简单的心境来对待复杂的人生，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才能够发现属于自己的机会。Child 还有这样的一种暗示，就是23年你们的这种财运和事业，它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就是你们可能会去选择做一个你们小时候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它有一种回归初心的暗示。还有一部分人呢，23年你们可能会去做一些关于儿童、亲子或者说教育的这种领域和创业项目。第二张牌呢是 Dog，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可能会很喜欢宠物，或者说你们会通过宠物相关的周边产业来赚钱。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Dog 它本身象征的是一种忠诚，就是在23年你们所持续坚持的某个领域和行业，也许遭受了重大的打击，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玩家和竞争对手会退场。如果你们能够坚持住，那么退场的那些人所释放出来的市场份额就是你们的。时间会淘汰掉那些不坚定的人和事，最终留下来的人都会自动变成赢家。第三张牌呢是 Tree，你们要去到有阳光的地方，然后扎根啊！这张牌就是你们要坚定的坚守在一个你们自身有优势的行业和领域当中，就像一棵树一样，不断的向下扎根。它也有一种站稳脚跟的暗示。你们现在先不要去想如何能够快速的发展，而是首先要站稳脚跟，打造一个稳固的根基之后再谋求发展。你们的自我进化就像是一棵树一样，向下扎根是为了保全自己，同时给向上生长提供源源不断的养分。自我进化也是如此啊！只有当心理需求都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站稳脚跟，才有底气来推动自己向上进化和升级。如果说你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人生的低谷啊，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期。一方面你们能够认清自己，另一方面呢，你们在这个低潮期能够沉下心来向下扎根啊，稳固自己能量的一个阶段。而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五呢，其实权杖五它象征的就是一种混乱。你们所处的一个领域和行业可能正在经历一个非常内卷的竞争，你们本身可能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混乱的2022年啊，这种混乱会在2023年得到一个梳理，在梳理的过程当中会把一些浮躁的人和事淘汰出去，
不要害怕这种混乱啊，因为机会和上升的阶梯往往都是出现在混乱当中的。那么这个，我觉得你们会在这种混乱当中啊，反而你们能够找到自己的定位和风格，然后脱颖而出啊。逆位的圣杯四呢，你们2023年的这个财富和事业呢，它可能是会，可能是会这个机会啊，或者说商机，它是会来自于过去的某个人给你们发来的消息。就是当你们在一些事情上面一筹莫展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个人啊，有一只手拿着一个圣杯凭空出现，然后你们就会因为这个消息啊，而获得一个转机，或者说获得一个选择。并且呢，这张逆位的宝剑七啊，你们23年的事业和财富，它是封闭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边的，在一个行业当中，可能它的信息流动是闭塞的，而且呢，你们的这个事业和财富的转折点，是你们会得到一些很私人的、极其有价值的商业信息和秘密啊，类似于得到了一个行业和领域当中的信息差。你们会利用这种信息差去快速的发展自己，赚到更多的钱，然后用这些赚到的钱去发现更多行业和领域当中的信息差，形成一种正向反馈。所以说，无论是逆位的圣杯四还是逆位的宝剑七，你们2023年命运的剧本都是很有戏剧性的，有一种闷声发大财的感觉。而逆位的权杖八呢，就好像是你们一直在默默的暗中酝酿着什么，积累着什么，好像在憋着一口气，想要在2023年证明自己一样。其实你们的这样的一个瓶颈期已经来到了就是你们自身的发展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你们在一个关口反复的徘徊和纠结，你们在憋着一口气，想要去证明自己。那么23年你们会找到这样的一个合适的机会啊，把这种能量释放出来，刚好能够匹配到你们自身能力的事情，你们会把它快速的放大。这张死神牌啊，它也是有一种在绝望当中重生，在废墟之上建立新的自我的这样的一种暗示。死神的话呢，我觉得他是在绝望当中会给到你希望啊。你们在2022年经历的这样的一种困难有多绝望，那么在2023年你们就会飞得有多高，它一定是相对的，一定会回归到某种平衡当中，有一种对称或者说补偿效应，就像是一根弹簧被压得越紧，未来向上反弹的能量也必然会越强。你们要做的就是一定不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被打败，不要被击溃，不要放弃你们的希望。而这个圣杯女皇呢，就是说，如果说你们想要在事业或者说财运上有所突破的话，首先你们要学会做减法。做减法首先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活得舒服一点，因为首先你们必须要活得舒服，你们才能有更高的效率和专注去搞钱搞事业。那么你们要问自己，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活得舒服一点啊？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不要说没必要的话，不要去你们不想去的地方，不想做的事，不要和没必要的人待在一起，没必要来往的人待在一起。不要想你们现在还没有必要思考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圣杯女皇手中拿着的圣杯，就是你们在财富和事业的课题如果要有所突破的话，你们需要去不断的反复的和自己的灵魂对话，弄清楚在你们的灵魂深处，你们的灵魂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这个事情什么事情能够给到你们真正的价值感和归属感。所以说23年你们会找到你们最想做的那件事情，找到你们的那个愿景。如果说你们现在没有动力啊，那其实本质上还是因为你们没有找到那件正确的事情，或者说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并不是你们真正想做的。你们必须要更加清楚地了解你们最真实的渴望，和在那个需求的基础之上，你们才能够去驱动自己，用行动去回应你们的这个想法，去显化财富。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
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三组牌啊。第三组牌，首先第一张牌就是太阳牌，所以说2023年你们的事业是会发光的，而且呢，这张太阳的话呢，这种发光它不是一瞬间，它是在持续发光，就是说你们可能会接着2022年没有做完的一件事情，2023年继续去把它完成掉。太阳呢，它是有一种有始有终的暗示的，就是在2023年你们会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去做好一件事情，并且从这件事情当中获得巨大的成长和收获。太阳的话呢，其实就是你们在23年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很强的目的导向、结果导向。你们很清楚2023年你们要去做什么，你们是有这样的一个愿景的，每一个行动决策都有着明确的规划。你们整个人的能量是蓬勃的、积极向上的，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它是处在一个上升的通道里边的，很强的火象特质，就是你们是通过自己的热爱和激情去驱动你们的行为的，这暗示着你们在23年会找到自己真正所热爱的事情。也就是说，你们23年能够收获到这种大量的财富啊，还有事业上的突破，它的前提就是你们做的事情是让自己开心的，能感受到快乐的，有激情的事情。而第二张牌呢是 The Rain 啊，它象征的是一个承诺。23年你们会兑现自己在22年许下的一个承诺，会有一种信念驱使着你们，你们必须有强烈的愿望、坚定不移的信念，成功才会向你们靠近。那么结合这张太阳牌的话，我觉得23年你们做的事情是会得到充分的关注的，或者说你们实现或者说收获财富的方式，就是在得到充分的关注之后，你们能够给别人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心理疗愈，因为你们本身就像是这个太阳一样啊，你们在发光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人会被你们所治愈。你们做的可能是你们会去分享某种正向的能量，或者说做某种利他主义的事情啊，不断的付出啊，你们并没有感觉到付出，也不需要索取，但是呢，你们却能够收获到被你们疗愈的人所自发的这种热爱和礼赞啊，你们最终也会实现自我，滋养他人。那么这张戒指呢，我觉得可能它也象征的是一部分人从事的相关的领域和行业会涉及到珠宝行业、奢侈品行业，或者说婚庆婚礼啊、典礼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在这几个行业当中可能会涌现出大量的财富。那第三张牌呢，十字架，我觉得抽到这一组牌，一部分人可能是会有着某种宗教的信仰，或者说对神秘学有着一些特殊的情节和天赋啊。你们可能能够在玄学行业当中，或者说神秘学当中呢，获取到某种力量，汲取到某种养分，或者说实现某种事业上的突破。而且呢，这张十字架的话，我觉得你们是能够从这个玄学当中收获到一种价值感的，或者说收获到某种力量啊，它会帮助你们穿越人生的一个困境。而我们抽到的这张高塔呢，其实23年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会选择在一个领域当中从头开始，可能2022年呢，这个高塔你们会经历某种外部环境所产生的不可抗拒的某种破坏性的打击，它会不可避免的波及到你们，但是呢，这可能会它反而会加速你们的成长，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你们竞争的对手他会被淘汰掉，就是说高塔它所携带的混乱反而会成为有利于你们上升的阶梯，因为有一些人会从高处坠落，那这就会带来新的机会，因为有一些人堕落，必然会有一些人从中崛起，你们要关注这种位置的变化。当有人从高处坠落被淘汰的时候，就是你们从低位崛起的最好时机。而逆位的正义牌呢，你们在一个行业当中，你们所做的事情啊，可能说你们付出的时间和得到的回报是不成正比的，
所以说逆位的正义，我觉得你们23年在事业和财运上的突破，源自于你们首先要狠下心来，放弃掉一些没有回馈的人和事，离开一个没有给到你们正向反馈的环境。你们的事业和财运之所以没有起色，或者说在2022年过得很艰难，是因为你们在一个不公平的环境里边。可能在这个不公平的环境里边，有些人在作弊，有一些人在走捷径，有一些人在投机取巧，他让这个环境变得越来越内卷。在这个不公正的环境里面，你们就是处于劣势的，你们必须要跨越这个障碍，离开这个环境，你们的这个事业和财运才能够逆转。就是说，不要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成为是自己的问题，有的时候是客观环境的因素所导致的一些问题。那最后，你们能够，就是有的时候环境它所占据的你们最后能够成功的比重啊，比你们预想当中的要高得多。那么这张星币5呢，我觉得23年你们的事业或者说财运的一个转变呢，是你们要提前去还清一些负债，金钱的负债、人情的负债，或者说工作上面的负债。拖着的东西只会越拖越多，最后把你们压垮。你们要提前的去清理一些东西，这个时候才能够你们的事业和财运才能够重新走向正轨啊。而且呢，这张宝剑骑士啊，2023年它是勇猛精进、大力冲锋的一年。无论你们想做什么事情，都不要犹犹豫豫啊，不要畏首畏尾，一定要敢想敢做，敢做敢拼。这张牌暗示着，只要你们敢往前冲，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就会发生。宝剑它其实本身，宝剑其实我觉得它象征的是一种态度吧，就是比起做错，其实我们更害怕的是我们本可以做，但是没有做。所以说2023年一定要抓住一切机会去发展自己，很多事情会被你们人为的加速。而这张圣杯6呢，就代表的是在23年的话呢，你们的这个事业和财运上的突破啊，也是源自于有一个人会愿意去提携你们啊，他会给到你们很多很有价值的建议啊，或者说这种你们所急需的资源啊，他会把这种资源通过某种方式，让这种资源在你们的身上啊发挥最大化的价值啊。这个圣杯本身，它可能也代表的是某种对话啊，精神层面的这种传承。你们会得到一个贵人的相助，而且他是愿意手把手教给你们一些东西的。那最后的这张星币3呢，它其实象征的是一种资源整合的机会。因为人在社会当中，我们其实是一个信息的集合体，我们的本质就是人际关系的总和。所以说呢，这个星币3就是你们在23年会扩张自己的这种人脉啊，人际交往的这个圈子。在事业和财富上面，这个寻求突破的点就是在于你们会找到合适的搭档，然后呢，可能会发起一个项目，或者说3方合作，会形成一个紧密的团体，3个人各司其职啊，每个人擅长的不同的方面和领域能够互补。3人行必有我师焉，你们可以是别人的老师，别人也可以是你们的老师，在互相学习的过程当中，各取所长，互补其短。所以说，在2023年来到之前，你们要做的是，首先要认清楚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并且也要知道自己的短板是什么。当然，认清自己的短板，并不是让你们去克服自己的短板，因为你们的短板刚好是别人所擅长的，你们只要找到合适的人去弥补你们的短板就可以了。你们真正要做的是把你们的优势发挥到极致。能走多远，并不是由你们的短板决定的，而是由你们的长板有多长决定的。就是你们的优势是否能够利用到极致，才能够最终决定你们的天花板啊。只有正确的策略，才能够让你们实现突破和自我超越。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点赞，或者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